大家好，我是乔乔妈。这期视频我们来做松花蛋。松花蛋也叫皮蛋，传统做皮蛋会用到生石灰、纯碱、草木灰、氧化铅和食盐，然后用泥和米糠包裹来做。今天我会分享无铅、无泥、无糠的皮蛋做法。我们会讲到皮蛋的制作原理，皮蛋为什么会呈现不同的颜色，自制皮蛋为什么会烂头，还有皮蛋的科学吃法。先来煮茶水，水开后加入茶叶，我用的是绿茶，红茶、绿茶、乌龙茶、黑茶都可以。不同茶叶做出来的皮蛋只是颜色有差异，味道和口感没有太大差别。红茶做出来的偏红色，绿茶偏黄绿色。当然皮蛋颜色跟茶叶浓度也有关系。茶叶烧开后关火，自然晾凉。我们来洗鸭蛋。做皮蛋一般用鸭蛋，其他的蛋比如鸡蛋、鹌鹑蛋都能做皮蛋，蛋越新鲜越好，蛋不新鲜容易失败，最好用没有经过冷藏的蛋。下面我们来洗鸭蛋，加清水浸泡15分钟，然后用干净无油的海绵擦掉污渍。蛋壳上实际上存在许多小气孔，如果清洗不到位，蛋壳上的细菌就通过这些气孔，随着腌皮蛋的水进到蛋里面了。洗的时候顺便检查一下，把有裂缝的蛋挑出来不用。传统皮蛋的制作其实就是蛋白质在碱的作用下变性，凝固成果冻状。那我们直接用氢氧化钠来做皮蛋就好了。这是食品级的氢氧化钠，氢氧化钠是强碱，有强腐蚀性，不要直接接触皮肤，操作过程要戴橡胶手套，有条件最好佩戴护目镜和口罩。接触氢氧化钠的容器要用塑料的，玻璃的、不锈钢和其他金属材质的容器都会和氢氧化钠发生反应。只要放凉的茶水，茶叶过滤掉不要。我们还会用到盐，用不含碘的海盐就行。高盐和强碱环境会杀灭蛋里外的微生物，这样蛋就能长期保存而不坏。加入盐和氢氧化钠，这里注意，一定是把氢氧化钠加到水里，不能把水倒到氢氧化钠上，否则容易造成腐蚀性溶液的飞溅，产生危险。鸭蛋晾干水分，码在塑料容器中。压一袋密封的水，这样鸭蛋就不会浮出水面。倒入刚才调好的茶叶碱水，要没过鸭蛋，加盖密封。写上日期，放到温差变化不大、晒不着太阳的地方，比如家里贴近地面的橱柜里，也可以套一个黑色塑料袋扎口避光。放好之后，从第二天开始就不要再移动它了。1到2周之后把蛋捞出来洗干净，打开看看，蛋白已经凝固了，软硬合适，没有烂头。切开看看，蛋黄也基本成型，还有一些糖心儿。这种状态的皮蛋就是成功的了，但这个时候先不要吃，洗干净晾上几天再吃，这样可以减轻皮蛋的碱涩味儿。蛋清蛋黄也会更加凝固。我把做好的皮蛋分成3组，我们来看看不同保存方法对皮蛋的影响。第一组直接放到塑料袋里，尽量挤出空气，很明显袋子里依然有空气存在。第二组放到瓶子里抽真空，用真空塑料袋也可以，就是不要过度抽真空，把蛋压碎了。第3组，我们给鸭蛋做个蜡封，这是石蜡，也可以用蜂蜡，目的是为了隔绝空气。石蜡加热融化后，先把一头沾上一层石蜡，晾一下，很快就凝固了。另一头也同样操作。最后把中间的腰线滚一圈蜡，这样就封好了。
封蜡的时候，蜡要足够热，才能保持流动的状态，这样封上的蜡才不会太厚。蜡太厚了容易开裂，反倒密封效果不好。9天之后，我们来看看塑料袋装的，打开是金黄色。蜡封和真空包装的颜色普遍更深一些，所以一般超市卖的真空包装的皮蛋都是深色的。自制的皮蛋因为暴露在空气中，在氧气的作用下就是金黄色的，但皮蛋的颜色跟口味没有太大关系。我们再来看看皮蛋为什么会烂头。所谓烂头，就是蛋白的部分变得松散，一碰就烂掉了。碱进入蛋白后使蛋白变性凝固，但这个变性凝固是有时效性的，当两者接触的时间太久了，蛋白在碱的作用下又发生水解了，也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这种烂头。所以把蛋从碱水中拿出来的时机非常重要，也就是蛋要在碱水里泡多少天的问题。这个时间与室内温度密切相关，室温越高，泡蛋所需要的天数就越少。以鸭蛋为例，室温10摄氏度需要2周左右，20度的时候1周可能就好了。30度以上的高温最好不要做皮蛋，失败率高。蛋的大小也很有关系，蛋越小需要的天数就越少。鸡蛋一般都比鸭蛋小，所以需要的天数也少。同样道理，鹌鹑蛋这类更小的蛋需要的天数就更短了，这个需要结合你家里的室温和蛋的大小来判断。传统皮蛋工艺中会加铅或者其他重金属，主要是为了及时封住蛋壳上的小气孔，减缓碱水渗入的速度，限制渗入的总量。那我们自制的皮蛋是不含铅或者其他重金属的，所以控制好碱水的浓度和出缸的时间就是最关键的操作要点。第一次做可以在差不多的天数从碱水里捞一个蛋，打开看看状态。如果蛋清蛋黄都还是水状的，说明时间还不到。如果蛋清定型成果冻状了，蛋黄还有些糖心儿，这个状态刚刚好，就可以全部出缸了。泡久了，蛋白可能水解出现烂头，蛋黄在出缸之后还会继续老化变结实一些。好多人喜欢有点糖心儿的皮蛋，这样的皮蛋不太容易买到，因为储存的时间久了就老化变硬了。只有我们自己做的皮蛋才能准确把握这个糖心儿的时间窗口。最后我们来说说松花的问题。松花是长在蛋白上的，它是蛋白中的氨基酸和强碱发生反应生成的盐晶体。做好的皮蛋放一段时间后，就会发现蛋白上形成雪花一样的松花了。很多人自己做皮蛋很期待看到松花，但是有没有松花并不是判断皮蛋好坏的标准。吃皮蛋的时候最好搭配一碟姜醋汁，生姜和醋能中和皮蛋中的碱涩味。松花蛋和奶酪一样，都是最初为了长期保存蛋和牛奶而发明的，却意外地把它们变成了完全另一种存在，这也创造了与原料完全不一样的风味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巧巧妈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